伊朗民众抗议示威1个多月，到底是为什么？伊朗政府还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吗？欢迎查阅今天的世界说明书。我们今天就一个视频看明白，伊朗老百姓到底在烦恼什么？如果每天睁开眼焦虑的第一件事就是今天的工资能不能买到昨天一半的东西，也不知道晚上家里还有没有电用，那生活还值得期待吗？要说这2年伊朗人最熟悉的词，通货膨胀绝对能排第一。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初，伊朗的年度通胀率已经飙到了 48.6%， 在全球仅次于还在打仗的南苏丹。伊朗老百姓手里的钱，在短短1年之内就出现了购买力腰斩，而食品价格就更离谱了，暴涨了 57.9%。严重的货币贬值，让伊朗货币里亚尔几乎成了废纸。按照2025年12月的黑市汇率，1美元能兑换140多万里亚尔，这说明里亚尔实际购买力缩水严重，并不值钱。而伊朗的官方汇率却和黑市汇率相差30多倍，1美元只能兑4万多里亚尔。也就是说，里亚尔在官方口径里还比较值钱，但和现实里的兑换率其实根本对不上。大家都知道，手里的钱贬值了至少30倍，并且由于汇率无法准确标定，伊朗国内的整个市场也乱了套，商家不敢标价，顾客不敢消费，因为早上的价格到了下午可能就翻了1倍，老百姓一辈子攒下的钱，可能几个月内就变得一文不值，这种财富瞬间蒸发的感觉，对缺乏避险途径的普通民众而言，简直是压垮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且伊朗现在不仅有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其在能源方面也出现了短缺，石油大国会缺电缺水，听起来跟开玩笑一样，但这些事在伊朗还真就发生了。2025年伊朗夏季高温期间，持续干旱让全国水库的水位降到了历史最低点，首都德黑兰1700万人口的供水都成了大问题，政府不得不采取夜间停水的措施，老百姓晚上睡觉前得接满家里所有的盆盆罐罐，不然第2天可能连脸都洗不成。电力供应更是一团糟，水电站发不出电，火电站又因为遭受制裁，买不到足够的设备和燃料，结果就是每天定时限电，冬天没暖风，夏天没空调，工厂因为缺电改成灵活工作制，实际上就是停工，工人失业在家，医院的手术因为突然停电被迫中断，学生晚上想看书学习，还得看电力公司的脸色，政府也不是没想过办法，又是调水又是限电，但这些临时抱佛脚的措施根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过去20年糟糕的水资源管理已经让伊朗无法应对大型旱灾。伊朗政府如果真想带领民众走出困境，可能还是要从民众收入和消费角度想办法。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建筑工地上，45岁的穆罕默德每天扛着钢筋爬上爬下，日薪换算成美元只有2-3美元，1个月干满30天，也只能拿到大约70美元。这种收入水平在伊朗普通工人中很常见，餐厅服务员、超市收银员的月薪普遍在60至85美元之间徘徊。基层公务员和教师的处境稍好，公立学校教师月薪约120美元，初级公务员能拿到150美元，但即便是这些体面职业的薪资增速早已被通胀远远甩在身后。农村地区的收入差距更为悬殊，北部吉兰省的稻农年均收入仅300美元，而南部波斯湾沿岸的渔民靠着偶尔的走私交易，年收入可能达到2000美元。但这种不稳定的高收入如同沙漠中的海市蜃楼，更令人忧心的是收入的波动性，政府部门时常拖欠工资，私营企业的订单也是时有时无，不少人活在下个月能否领到薪水的焦虑中。而就世界银行2024年的数据来看，伊朗人均 GDP 为4800美元左右，看似处于中高收入国家门槛，但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人均收入较2017年还下降了 43%。 目前伊朗比较好的民生数据就是78岁的人均预期寿命，但与之相对应的是儿童营养不良率的上升。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调查显示，伊朗5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比例已从2018年的 8% 上升到了 14%。 最直观的生活水平变化也体现在伊朗人的餐桌上。2025年人均肉类摄入量降18公斤，只有土耳其的1/3。
鸡蛋和牛奶也涨价了。之前人均每周鸡蛋消费量大概3.8个，本来就不算高，现在物价一涨，买鸡蛋和牛奶也要多看几眼价格。与邻国伊拉克相比，伊朗的婴儿死亡率高出1.8个百分点，产妇死亡率更是达到了沙特的2.3倍。我们从这些统计数据来看，伊朗的民生水平确实走上了下坡路。按网络公开数据，现在伊朗1公斤牛肉售价都有15到18美元，相当于普通工人月薪的1/4，真是每周吃一次肉都有压力。医疗方面的支出就更不用说了，一盒进口降压药从2017年的2美元飙升至15美元，私立医院的普通门诊费就要30美元，连教师都不敢随便去。而教师生活压力大的背后，也是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的持续下滑。有能力的高收入家庭会把小孩送到私立学校，这一点很多国家倒是一样，每年学费高达2000美元，一般人是读不起。至于住房市场，伊朗中年人想买一套自己的房子，如今也是非常困难了。伊朗德黑兰一套60平方米的公寓售价大概在12万美元上下，房价收入比达到40:1，远超国际警戒线。有的人会说，大城市房价太贵，可以去小地方，但是小地方的收入水平也会跟着腰斩，很多需要养家糊口的中年人也是进退两难，总不能又把小孩带回农村去，以后孩子长大了，在社会上就更没什么竞争力了，还不如一家人咬咬牙在城里租个小地方。有的人看到这里可能会说，既然伊朗的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问题如此严重，直接想办法挣美元，避免因为储蓄里亚尔导致财富缩水，能不能缓解上面出现的这些问题呢？的确，用美元和黄金标定财富，就是伊朗人现在规避风险的主要途径之一。这里就不得不提伊朗发达的黑市体系，哪怕是首都德黑兰的街头巷尾，倒卖美元和黄金的黑市交易，也如同毛细血管般渗透到每个社区。根据2025年伊朗央行报告，伊朗民间持有的美元现金已达230亿美元，相当于国家外汇储备的1.8倍，可以说是相当夸张了。基本上家家户户但凡有点办法都要囤美元。房地产市场则成了另一个避难所，尽管房价高得离谱，但相比里亚尔的断崖式贬值，房产仍是相对保值的选择。而与民众努力规避财富缩水的努力相比，伊朗政府的应对措施就显得有些苍白无力，还在疯狂印钞填补财政窟窿。2025年货币供应量增长65%，无异于饮鸩止渴，简直是跟委内瑞拉学的。除了将印钞机速率开到最大以外，伊朗还强制实施价格管控，将鸡肉、面包等商品定为战略物资，结果导致商家囤积居奇，并没有让底层民众吃得更好。可能是一通乱操作，连自己都看不下去了。伊朗央行前行长法尔金在新年来临之际果断选择了辞职，留下了一个外汇储备仅剩120亿美元，通胀率突破50%的烂摊子。继任者赫马蒂为此推出新经济计划，但就这半个月来看，成效也不大。说来说去，伊朗走到今天这步田地，就是自身经济建设问题和外部制裁叠加的结果。伊朗现在遭受的外部制裁，主要是由联合国、美国以及欧盟三方主体发起的。军事相关的我们暂且不提，至少在民生领域，制裁已经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首先是药品短缺带来的医疗困境。世界卫生组织2025年报告显示，伊朗基本药物短缺率已达47%，从抗生素到心脏病药物，从胰岛素到抗癌制剂，几乎所有品类都是供不应求。癌症患者的处境最为艰难，进口靶向药在黑市上的价格较制裁前暴涨300%，一盒治疗肺癌的奥西替尼售价高达2000美元，相当于普通工人2-3年的收入。罕见病患者的处境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像是粘多糖筑基症患者，无法获得进口酶替代疗法药物，病情一拖就很容易恶化。医院里的 CT 机本来也有替换寿命，现在平均使用年限超过15年。核磁共振设备的故障率高达30%，因为制裁无法及时获得零部件，许多先进仪器无法服务于病患，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普通民众发烧了想买盒布洛芬，都需要跑5家药店，那普通老百姓在个人健康方面肯定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与之相比，电子产品与其他大额消费品反而还没有那么重要，
主要影响伊朗的高收入群体。伊朗国内也有走私而来的苹果手机，最新款 iPhone 的售价高达$2500，是美国零售价的3倍。为绕过制裁，伊朗商人发展出类似影子船队的电子产品走私网络，从土耳其和阿联酋等地转运货物，每台设备的流通成本增加40%。电脑市场同样惨淡，主流品牌笔记本电脑价格普遍超过$1500，且配置落后国际市场2代。更棘手的是维修，官方售后渠道早已关闭，全看家附近那些师傅的手艺。至于汽车领域就更别提了，伊朗进口汽车的数量已经从2017年的12万辆骤降至2025年的1.8万辆。唯一的好消息是，有钱买车的人也变少了，也算是有些黑色喜剧。至于最后的金融封锁，主要影响的就是国际贸易行业，进行国际支付和汇款会相当麻烦。伊朗已经被踢出 SWIFT 系统后，只能通地下钱庄结算，每笔交易支付8%的手续费也是稀松平常，而且到账时间长达2周。这种金融封锁对有出国需求的人而言很不方便，留学生无法使用 Visa 或 Mastercard 支付学费，在卡塔尔打工的建筑工人每年也要损失不少收入用于跨境汇款。根据伊朗央行的数据，伊朗2025年合法渠道的国际汇款额仅为2017年的17%，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巨大的差异，也催生了大量套利行为。说来说去，吃亏的还是老百姓。当然了，对于大部分伊朗普通老百姓而言，国际金融结算的需求都不大，少吃些肉，日子也能过，小病熬一熬也会好。但房屋、水电、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服务一旦出了问题，那普通人可就真的无能为力了。虽然伊朗近些年来也盖了不少新住宅，上马了一些新工程，但以首都德黑兰为例，80%的住宅依旧是2000年以前建设的，甚至还有1/3是70年代以前完工的。许多房屋没有独立卫生间，共用厨房也不少见。农村地区的情况更糟。伊朗胡奇斯坦省的调查显示，65%的农民住房为土坯结构，仅30%接入自来水。这些住宅设施的脆弱性在2025年夏季达到顶峰。德黑兰实施单双号供水制度，单号日居民楼上午供水2小时，双号日下午供水2小时，居民不得不用储水罐蓄水。电力供应同样混乱，工业区每周停电48小时，居民区则实行分区轮休，有时一天断电6次。尤其是伊朗克尔曼省，从去年3月到年底爆发了3次5级以上地震，60%的农村房屋倒塌损坏，无法住人。虽然伊朗政府原本计划在此地推行抗震加固工程，但3年前还是被政府以财政紧张为由搁置了。而且伊朗北部地区的冬天还比较冷，大不里士和赞詹等地都是零下好几度。对于这些地方的居民来说，2025年的冬天格外难熬。由于天然气短缺，政府将居民用气配额削减50%，传统的燃气取暖器成了摆设。德黑兰居民不得不购买电暖器，结果导致用电量激增，引发更频繁的停电，倒是让应急发电机的生意变得更好了。说到底，电力问题是政府财力不足的体现，而财力不足又会直接反映到老旧社区的更新改造工作上。伊朗政府2018年就曾推出城市更新计划，承诺改造200个老旧社区，但截至2026年，实际完成的还不到15个。很多时候，甚至是居民们自发组织起来修补道路。这种基础设施的持续恶化正在催生社会矛盾。2025年秋季，伊斯法罕市的居民因污水管道爆裂导致家园被淹，不满的民众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更有年轻人直接在社交媒体上晒出德黑兰市长的豪华住宅。说到底，还是老百姓的好房子太少了。不过说到这里，还都是成年人的事情。如果一个国家能给孩子们提供良好的教育，那未来总归还是一片光明的。既然如此，伊朗现在的国民教育体系又是如何呢？伊朗宪法规定，国民享有12年免费公立教育。按伊朗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说，确实是个好政策。伊朗教育部的最新数据也显示，全国基础教育入学率仍维持在95%的高位。因此，伊朗教育体系真正的问题其实不在于入学率，而是在教学水平和教学条件方面。
即使是首都德黑兰的公立中学，在硬件设施更新方面也很吃力，私立学校依旧更受高收入群体欢迎，而且城乡教育鸿沟也是客观存在的。伊斯法罕省农村学校的辍学率达到 22%。客观来说，伊朗在整体经济发展受挫的情况下，想要建立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难度还是很大。从这个角度来看，伊朗也是在执行用数量换质量的路线，尤其是在高校领域。伊朗9000万不到的人口，有300多所高校，其中不乏德黑兰大学这样的百年学府，也有谢里夫理工大学这类在亚洲排名前50的精英院校。国立大学延续着免费教育的传统，但竞争激烈。去年德黑兰大学医学院录取率仅为 0.8%， 私立大学则像雨后春笋般涌现，短短10年数量增长3倍，但每年1万美元上下的学费将普通家庭拒之门外。但如果只看中东地区，伊朗高等教育质量仍属中上游，数学和工程领域的科研论文引用率位居地区第2。最大的问题可能还是课程设置严重滞后于市场需求。不过这种现象也并非伊朗独有，相似的情况还有毕业生就业问题。去年伊朗高校毕业生数量突破120万，但对应的就业岗位不足30万个，年轻人的就业压力还是很大的。不少毕业生还是要去做基础服务业岗位，有近60%大学毕业生都在从事与专业无关的工作。这种人才错配背后，既是国家高等教育资源的浪费，也是经济萎靡的表现。过去3年倒闭了 4.2 万家中小企业，制造业岗位减少了 18%， 连传统优势的石化行业都在裁员。再加上大学毕业生平均月薪仅90美元，低于熟练技工，这种教育投入与收入回报的严重倒挂，也是伊朗毕业生群体内心焦虑的一大原因。既然如此，伊朗政府到底应该怎么办，才能解决国内的问题呢？我们目前可以确定的就是，伊朗社会正在经历严重的撕裂和分化。10年前，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 60%， 他们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如今，这个比例已骤降至 35%。曾经的教师、工程师、小企业主正成片滑向贫困线，而掌握权力的特权组织却在经济崩溃中逆势扩张。据伊朗经济学家协会秘密报告，革命卫队及其附属企业控制着全国 60% 的经济活动，从石油贸易到电信运营，从建筑工程到进口许可，这些庞大的利益集团无疑是国家财政的严重负担，反倒是普通民众扛起了国家经济运行的重担。燃油价格上涨，食品补贴取消，税收名目增加，每一项政策调整都精准打击着最普通的家庭，反倒是能够用美元和黄金避险的富人受到的冲击相对小很多。德黑兰北部的富人区与南部的贫民区看起来已经不像是同一个国家，财富的代际固化问题，伊朗也没能避免。特权阶层的子女能通过内部招聘进入垄断行业，而普通家庭的孩子即便名校毕业，找工作也需要碰运气。因此，对于那些有劳动技能的人来说，出国务工也是一个现实的选择。2025年，伊朗国家统计中心的报告显示，过去3年已有180万人离开伊朗，相当于总人口的 2.2%。比例看似不高，但基本都是高学历群体。每10名理工科博士中就有7人选择出国，医学院毕业生的海外就业率更是高达 68%。 他们可以通过学术交流以及探亲访友等合法渠道离开，然后在加拿大、德国、土耳其等国申请政治庇护。当然，也会有普通民众则铤而走险，通过蛇头组织经土耳其偷渡至欧洲，每人支付2万美元左右的费用。但穿越爱琴海的风险客观存在，这种移民方式的成功率也远不如10年前那么高了，并且就算只看移民群体的去向，也在呈现明显的层级分化。精英阶层首选美国和欧洲，技术工人多流向海湾国家，再不行就去土耳其或伊拉克，总有工作岗位和发展机会。对于伊朗的国家发展来说，这种高学历人才外流的现象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伊朗卫生部数据显示，去年公立医院的医生缺口已达 3.2 万人，高校实验室因研究员流失关闭了47个。政府试图通过限制护照发放、冻结海外资产等措施缩减移民窗口，但收效甚微。
社交媒体上流传着各种润学指南，教人们如何申请难民身份，甚至有家长提前让孩子学习土耳其语，为未来的迁徙做准备。说来说去，还是伊朗国内经济发展问题惹的祸。伊朗政府面对这种局面，也并非毫无作为，只是有的时候太过努力，也像帮倒忙。2024年，伊朗央行疯狂印钞，填补财政赤字，导致货币供应量增长65%，结果通胀率突破50%。为解决缺水问题，政府启动国家输水工程，耗资28亿美元，却因腐败和技术故障半途而废。发展清洁能源的计划听起来美好，但太阳能板进口受限，风力发电机的维修零件断供，实际发电量仅完成目标的30%，走马灯似的换官员成了常态。3年换了4任央行行长，每个新行长都推出新经济计划，但核心无非是印钞、涨价、管控老三样。这些政策失败的根源在于治理体系的全面崩坏，革命卫队等特权阶层阻挠任何触动自身利益的改革，议会与总统府相互掣肘，决策效率低下。像是去年推出的价格稳定基金，本来是用于平抑食品价格，却有37%的资金被挪用填补军工企业亏损，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也因此大打折扣。而且伊朗的民生困局也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外部制裁、经济结构、治理失效、特权经济等多重矛盾交织的死结。西方持续加码的制裁，掐断了石油出口这个经济命脉，导致外汇储备枯竭，过度依赖能源的单一经济结构，缺乏抗风险能力，油价波动直接冲击民生，僵化的治理体系无法应对现代经济挑战，决策失误层出不穷，而特权阶层对经济的垄断，则让任何改革都沦为利益再分配的游戏。这些结构性矛盾如同相互咬合的齿轮，形成了伊朗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或许们现在看到的抗议活动只是预演，冬季尚未结束，春天还没到来，食品依旧短缺，更大的风暴或许正在酝酿的路上。伊朗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但所有方向似乎都不明朗。这个曾经的中东强国究竟要去向何方呢？大家对伊朗的明天又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发表看法。我是世界说明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